马关条约签订距今整整过去了130年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，当年石岛寿日本是如何对并吞台湾起心动念的。反正它已经是贵国嘴里的肉，何必着急这一刻呀？我々は飢え切っているのです。饿极了。这是马关条约签订时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对大清代表李鸿章脱口而出的话，足见日本对台湾垂涎已久。其实，早在甲午战争发生前20多年，急不可耐的日本就已经开始对台湾下手。时间拨回到1871年，纳入大清版图的台湾，经过近200年的有效治理，已经成为富庶之地。稻米不仅自给自足，还能大量输出。1871年12月，琉球国公古岛岛民上缴年贡的船队在归途中遭遇台风，漂流至台湾东南部海域。船上69人中有3人溺死，其余54人登岸后被牡丹社高山族民众误杀，仅12人生还回国。这就是牡丹社事件。1984年，日本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入侵台湾，共派出了5艘军舰、13艘运输船和3000多名日军，声势浩大，吞台野心暴露无遗。幸运的是，时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桢带领台湾军民整备军事，严阵抗敌，加之日军突发疟疾，战力大减。这场一触即发的大战，最终以日本退兵收场。这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发动的第一场对外战争。经此一战，日本加紧谋划夺台，终于在20年后再次伸出尖牙利爪，对台湾来了一个饿虎扑食。如果130年前签订马关条约后的日本人唱《大展宏图》，大概会是这个曲风。阿里小小大鸟，日月潭里泡脚。在日本看来，夺取台湾就是大展宏图的起点。明治维新后，日本确立了脱亚入欧的路线，将对外扩张作为实现强国的关键。1890年，首相山县有朋提出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，将朝鲜、台湾及中国东北纳入利益线，认为这些地区是日本安全的屏障与发展的生命线。台湾作为利益线的南端，是日本向东南亚南进和向中国东北、朝鲜北进的战略枢纽。邻居家的台湾自然资源丰富，盛产蔗糖、樟脑、稻米，又可以成为日本工业与农业的重要原料来源，自然成了日本眼中的大补丸，认定吃了以后就可以气力大增。急于下咽的日本有多急呢？准备交割台湾时，日本派出精锐的近卫师团，也就是天皇的禁卫军出征，前后共7000人，由亲王北白川宫能久亲自指挥，且赴台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前海军中将华山资纪作为首任台湾总督。由此，石岛寿日本开始鲸吞台湾。不过，既然心急吃饱饱，难免吃相难看。台湾当地烫嘴的情况出乎日本人的意料。获知割让台湾的消息后，台湾民意沸腾，誓不降倭，口中之物一下子成为烫嘴山芋，日本只能硬啃。从哪里啃起呢？下回接着讲。